嘿，大家伙早喽！3月7号星期四清晨5点49，今天第2个训练日。昨天说今天跟大家分享恢复，结果呢还没分享就翻车了。昨天下午开始，哇，嗓子疼，开始难受，就感觉嗓子的皮破了。现在黑门市场，我们看看清晨的黑门市场。来大阪旅行的小伙伴应该都来这儿玩过，我不知道进这儿 GPS 会不会完蛋。试试看，就这一小段。现在听嗓音应该还没问题，我也觉得好像不像是感冒，好像就是那种很急性的那种问题。看这儿，吃帝王蟹的这家人，我没在黑门市场吃过什么，我觉得这儿稍微有点贵，跟大阪本地其他地儿比。旺季的时候人山人海。黑门市场200周年，看 GPS 票没票啊？还凑合，至少配速还凑合。昨天下午就是隐约有感觉，就觉得嗓子爆皮儿了，就感觉嗓子破了，有点疼。然后今天起来就不行了，半夜其实就不行了，醒了以后就吞咽困难，剧疼。我看会长前2天更新了，对吧？他不是说比赛完也感冒了吗？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，明天再跟大家继续汇报。那咱们看看大阪的带引号的夜景，跟大家聊聊我这段时间怎么恢复的，还有马拉松比赛之后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。前2天看会长的更新，说比完赛也感冒了。就马拉松比赛，有小伙伴说的对，就是马拉松训练，像我这样练，其实是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，对身体是有正面影响的。但是马拉松比赛其实是个非常极限的运动，它从长期上看对身体没有好坏的影响，因为就一场比赛嘛，太短了。但是短期来看，绝对是对身体有害的。这个谁都不需要避讳，也不需要为他解释。任何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，短期内对身体都是有害的。你会特别疲劳，然后肌肉会有损伤，然后可能强度太大以后，你可能你去验血，各种指标可能都不太正常，这不可避免。相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疲劳啊、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啊、没精神啊，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吃和睡解决，或者通过休息就解决了，对吧？但是比较影响大的就是免疫系统，很多人不光是马拉松，有的人说跑步训练完之后，或者经常的每天训练的小伙伴容易感冒，这就是你身体高负荷之后有损伤，然后你身体的各种东西能量啊什么的都往修复损伤那使劲儿，往那使劲儿，它就免疫系统就开天窗了，就容易让病毒或者其他东西攻陷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其实说实话，怎么办都没用。你们看，像
精英到吴向东这样的运动员，那人家的赛后恢复肯定是有经验的，甚至是有人指导的，对吧？我也看他特逗，那天视频不是还有他那个能量补给的小广告，那个蛋白饮料还是什么？我跟家属开玩笑呢，我说你看，我当时还没事呢，因为我说你看他喝这个感冒了，你看我正常吃喝，我身体还行哈。所以这种事儿不禁说，但是有用的，就是补充蛋白质。补充蛋白质赛后是很关键的，因为刚才我也说，就是你身体在修复自己，造成免疫系统暂时的不工作变弱了，因为它没有东西可用了嘛。那这个时候，糖和蛋白质很关键。比完赛之后补糖，短期的时间内，就是当天，会让你身体觉得比较充盈，不会那么干瘪，恢复的会比较快。然后过后的几天就是多吃肉，多吃鸡蛋，多吃牛奶，多吃豆腐。蛋白质它虽然分解吸收的慢，但是它是帮助您身体恢复的一个不可缺少并且是不可被替代的东西。像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比赛完之后，你是按摩还是拉伸还是泡澡，对长期都没有什么影响。我的建议是，比赛之后前1-2天不要做太多的静态拉伸，它有可能会对您的肌肉造成损伤，造成更多的损伤。因为马拉松比赛本身完了之后，你的肌肉就有各种的损伤和炎症反应，你就别再去抻它了，就让它歇着，稍微的散步，或者是其实我觉得游泳挺好。原来我有游泳的条件的时候，跑完强度以后游泳，一般当天到下午晚上就可以泡热水澡，或者热水的热敷啊、泡脚什么的都没问题。这泡完就挺舒服的。然后就是睡觉这事儿呢，可能年轻的小伙伴们还没有这个问题，还是躺下就能睡着，尤其是累了以后。像到我这个年纪，尤其是男性会面临一些问题。我从去年开始慢慢有这个症状，到今年越来越明显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就是高强度的比赛之后，或者是训练之后，会睡不着，就入睡困难，然后呢早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。像去年的东京半马之后，回到家大概挺晚才睡着，睡了3-4个小时，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就跟那种有时差那种感觉似的。第二次是今年出大阪的半马也一样，然后前2天那个全马更严重，像那全马回去9点多睡着的，之后不到12点醒了一次，醒了就睡不着了，就在床上躺着想睡着特难受。后来到夜里1点多实在睡不着就起了，所以那一天的睡眠非常差。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，你身体免疫力又下降，所以很容易那时候就生病。我还很庆幸那时候没生病。这是我第2次比赛完之后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身体症状。上一次是芝加哥马拉松，虽然跑得不快，但是那时候对我来说那个强度不小，再加上那是我第一次横跨那么长的时差。看通天阁，小伙伴们，小时候看柯南，基德站在上面打了一个响指，然后整个大阪就停电了。然后大家看，除了医院、银行什么那种关键设施，哪儿还有自己的发电设备，就最早亮灯，就知道宝石在哪儿，是吧？就是这个。那次之后就严重的感冒了，
但是现在我打流感疫苗，所以应该问题不大，可能就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。说完身体恢复，咱们说说训练恢复。一般像专业运动员马拉松之后，最多的可能会有1个月的假期，当然不是全待着不动啊，而是说就很轻松，不像平常那么训练。我一般是给自己放1周到10天的假，但是我不停训。我这次是赛后第1天早晨就晨跑7公里，第2天也是7公里，之后好像是休息了1天，之后恢复正常的训练周期，只不过跑得少，都是在10到15公里之间。这就是那天大阪半马之后我们来洗的温泉，这种民众温泉，就没有，就是你连毛巾都得花钱买，要不然你就自己带，自己投币，自己买票。就在通天阁底下，你看这就通天阁底下。昨天是赛后第10天，也是跑最多的一天。昨天跑了18公里，今天特难受，但是今天我应该是要跑21公里，就是今天必须要恢复了。右腿胫骨的疼痛，内侧的疼痛，就脚踝那个骨头尖儿往上一点儿，还在持续。这种就是你跟专业教练说我这儿疼怎么办，教练就说跑得太少了。看这一片天刚微微亮，依旧灯火通明。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这个灯营造的气氛。差不多你赛后10天的训练都是减到70%，然后不要跑强度。我是昨天开始跑强度的，昨天早上强度不小，也可能跟这有关系，有点没有收入。所以大家无论是听我的经验还是吸取我的教训吧，就是赛后好些东西就不可避免，谨慎对待，乐观对待，你就这么想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。你看我会这么想，我想你看专业运动员他比赛也经历这些，你就没事了。千万别强度训练之后比赛之后病了，说哎呦这不好，跑步伤身体。也有人这么想，有人会觉得说跑步对身体是有伤害的，不要动。包括可能有小伙伴的家人会这么想，造成一些摩擦，就是要多沟通。你要像我这么样跟家人沟通，互相谈看法，互相去了解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都有两面性，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，或者说你在乎什么。清晨驶过的电车，人总会为某一件事儿燃烧一些生命，这个不可避免。有的人是燃烧在学术上，有的人是燃烧在工作上，有的人是燃烧在娱乐上，有的人是燃烧在跑步上。其实我特别想多一些事儿让我燃烧，培养更多的兴趣吧。小伙伴们也是，有些人小伙伴也是跑步比较的上瘾，比较激进，也可以试试在生活中找找其他的美好的东西。我觉得什么事都是过犹不及，就包括我也总说，我也时不时的纠偏一下自己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节目今天聊天的最后呢，我有个想法，昨天跟家属聊，就是100公里的时候的录像和直播，我还没想好用什么设备。
希望大家能推荐。我跟家属说，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拉个赞助，是吧？因为我对这种设备不太了解，有的生态下有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给点建议，给点意见，给点方案。比方说，轻便续航，还有方便直播，包括电池。因为我看有的设备是可以换电池，有的设备只能充电。可以换电池呢，有的品牌的电池是有封闭电池仓，然后有的呢是开放电池仓，这种因为我要随身携带的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多长时间能完赛，一切都是未知的，挺有意思的。行吧，那咱们训练之后再聊了，天都亮了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3月7号星期四清晨7点28，训练结束。今天是赛后第一个连续的21公里，而且强度不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忘给手表充电了，出门的时候手表16%。然后呢，第一个10公里跑得比较慢，往那边跑，跟大家聊聊天。之后10公里的时候把相机搁回楼下了，搁楼下有锁的信箱里，因为想跑快一点。我一看手表还有10%的电，我想这不行啊，因为我估计可能到4%，它可能就停了。高驰这表是这样，就剩2%或者3%的时候，就反正特低的时候，它会自动把运动就停了。然后后边那10公里就跑得比较快，去大阪城，跑的那10公里估计4分15到4分20的平均配速，最快1公里3分57，平均心率144，整体的平均配速4分46，强度不低。那就嗓子，而且特靠上的地方，就拿灯照都能看到，就是红肿加有那个白颜色的破损的地方，特别疼。但是好在好像说话声音还没受影响，也没有明显的其他的症状，会有一点没精神。看看怎么样吧，会不会也像会长一样感冒一场？不过其实无所谓，如果都是慢跑的话，不发烧就是感冒。您的症状如果在喉咙以上，就没有太大的问题，轻松的有氧训练都 OK 的。赛后恢复是个麻烦事儿，大部分人其实是做不好的，专业运动员也做不好，除非他今年还有下一场比赛。比方说，像刚参加完东京或者大阪的运动员是为了今年的奥运会，那他赛后的恢复会非常的认真。像我们普通人，我说句大实话，吃喝玩乐就 OK 了。比赛完以后，不管成绩怎么样，只要您跑了，就哪怕您没完赛，都挺高兴的，就吃喝玩乐2天。那最后就算是感冒发烧，能怎么着嘛？不能怎么着，是不是啊？放轻松，好吧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我们加油干，加油干！迎接春天的赛季了，明儿见。